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中很多精彩的决定和深刻的转折呢，都来自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或冲动。你捕捉到了它，跟随着它，可能是遇见了一个人，更换了居住或工作的场合，或者开始对某种事兴趣盎然，而后你的生活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觉得神秘莫测的直觉。直觉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直觉就是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洞察力，仿佛能够预见到未来的某些趋势或变化。这种直觉是老天通过你的内心在传递信息，它意味着你的生物计算跳过了你头脑逻辑的步骤，然后直接就到达了答案。这就是直觉。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直觉就是内心的导航系统，它随时随地自动地向你发出通知。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说用直觉来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具体的事情，那不现实。当我们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步骤时，我们还是要用到头脑和身体这些我们具体做事的工具才行。但是要知道，当我们说到直觉这两个字的时候，包括还有灵感、洞见、创造等等这些东西，它们都是智慧的表现。而当我们的生命能触及到这些比我们头脑的思维和逻辑更高维度的层面时，那我们在面对人生中的关键抉择时，直觉就开始产生作用了，它就会引领着我们直接到达那个答案。但是我们得知道，我们平时的那些盲目的猜测、思考、想象，或者说我们那些自动化的反应，那些可不是直觉。你以为他们是，但是他们并不是。他们很可能呢，只是我们的习性、习惯或者说习气，而不是直觉。我们想要去真正的凭着直觉做事、做选择，去让直觉带着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首先就得先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触碰到直觉的这个层面。为什么王阳明会一直说致良知，而不是说用良知呢？你想要用良知，按王阳明的话说，那么你的良知得首先是光明的。你的良知都被遮蔽住了，是暗淡无光的，那你怎么使用它呢？如果我们的生命触碰不到更高级的层面，那么支配我们的就只能是这个社会的习气，或者说是我们的业力。说了这么多，那怎么才能去开发我们的直觉呢？上面我们说，直觉的层面呢是智慧，而智慧呢在心不在脑。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很强的直觉，只是后来随着大脑的思想增多，才会阻碍这些链接。大脑在我们身体上的作用更像是一个解码传输工具，真正的指导或真正对于我们人生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心，也就是我们说的智慧。真正的创造力在这里，包括灵感和直觉都在这里，而不在你的大脑。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的思考只能算是自作聪明。我们眼中的人生是真相吗？事实上，你看到的一切人事物都不是客观的存在，你能看到的、能感受的加在一起，只占宇宙空间4%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有96%我们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这96%里边，绝大多数都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试想一下，就在此刻，有无数暗物质正在穿过你的身体，我们只能听到声波中的不足1%，换到没有空气的地方，就什么都听不到。我们只能看到电磁波谱中不足1%的可见光，蜜蜂却能看得到原子外线。蜜蜂采花不是看到了鲜花，而是看到了紫外线。金鱼能看到远红外线和近紫外线，可见这些生物感知到的世界和我们完全不同。就算是两个人对着同样的红色，感知就完全一样吗？
也不见得完全一样。因此，哪有一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呢？一切都不过是你大脑解码的产物。生命的本态是无限宽广的信息场，是人的解码系统解码出人生，动物的解码系统就解码出动物的世界。但不管是谁看到的，都不是生命的全部，而是小到不成比例的局限。因此，没有大脑就没有世界，没有念头就没有人生。人生是大脑想出来的。你知道自己的念头里都是些什么内容吗？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种，不是在想过去，就是在想未来，完全忽略当下。二元对立控制着大脑，不断的区隔对比。于是大脑把记忆定义为过去，由记忆推测出来的就定义为未来，就像切西瓜一样，一分为二，而下刀的那个点，也就是当下就被忽略了。于是每一天你不是在后悔过去，就是在焦虑恐惧未来。想想是不是这样？第二种就是对外界和对自己的评判和执着。你是如何进行评判的呢？二元对立决定了要依据以前的经验、记忆评判当下的人事物，以及推测未来。也就是说，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评判的标准都是记忆以及储存在你潜意识里的各种信息。佛家叫业力。同样是单身，潜意识中认为婚姻美满才能幸福的人就会痛苦难受，潜意识中认为单身快乐的人就感到轻松自在。换句话说，这一生不管遇到多少事，见了多少人，你不过都是活在潜意识的局限中。可见你想改变的自己，想改变的人事物，想要的这个，求的那个，期待的什么等等，每时每刻在头脑中不断涌现的念头，不过都是业力的显现。而想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心下手，而不是停留在大脑的这种好坏、对错、高低、贵贱的分别和追逐里。在大脑的这种分别里，只会让我们在当下活在无限的焦虑、恐惧、追逐、害怕、担忧，亦或者则是自责愧疚里面。但是如果说能够跳出头脑，回到心的时候呢，平和和喜悦首先它一定会有，其次就是你能够获得直觉的指引，知道如何摆脱当下人生这种境遇的匮乏。那么具体在生活中我们该怎样做呢？第一件事，你必须要先学会如何单纯地坐在这，保持一个完全清醒和警觉，但是呢却又什么也不想的状态，就是冥想的状态，或者说是禅的状态，离一切相的状态。听起来很简单吧？但是你试试看就知道并非如此了，这需要我们下功夫的。除此之外，第二件事就是你必须要学会如何进入正念，就是要能保持专注地去做一件事，能对当下在你生命中一切的正在发生都保有觉知。你能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吃饭，走路的时候就只是走路，玩耍的时候就只是玩耍，工作的时候就只是工作，没有任何其他无意识的思考。那这时候有人就说了，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做到同时保持警觉但是又不思考呢？但是我现在就想反问你了，此时在你当下的生命中正在发生着这么多的事，如果你能给予注意，你能投入意识，那你怎么可能会胡思乱想？怎么可能去进行那种无意识的评判呢？触及到直觉层面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或者说能把我们引领向直觉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注意力的焦点是否在此刻当下，而不是我们的思维有多么活跃，有多么强大。我们要提升的永远都是掌管自己在当下注意力焦点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力量，而不是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认知。
当我们能做到在当下专注地去生活、去做事、去工作、去学习、去体验时，我们的思维和认知自然就会呈现出一种卓越、灵活、开放，而且是恰到好处的这么一种具有意识的美妙状态。回想你曾经专注的时刻，是不是达到了物我两忘，平静自在，而且还非常高效？事实上，当你能置心一处时，也就是注意力100%投入到当下时，没有念头的干扰，也就没有了任何局限，你全然地回到了生命的本态，这才是最高的智慧。表现形式就是直觉、灵感、创造，甚至连你被大脑限制的觉知都会更加灵敏。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当下，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掌管之下，那就没有了关于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等等的各种定义、各种评判、各种的概念。你只是和你的注意力在一起，而不是以头脑中的思维和念头存在，让他们吃掉了你的注意力，那么你自然就会变得直觉力很强。那时候，我们就能做到依凭直觉去做出选择了。我们的生命呢，也会绽放出意想不到的精彩和创造力。这些方法呢，听起来虽然很不起眼，但是却非常有用，因为它直指真相，也就是回归本心。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